白银价格跌得太猛，有人卖了一只白银相关的基金，不但没拿到钱，最后还倒欠了金融平台300多。卖基金怎么还能倒贴钱呢？事情的起点就在最近的国际银价，短短几天呢，国际白银的价格跌了31%还多，是真正意义上的一种暴跌了。但是国内白银期货有一个制度，就是每天的涨跌幅限制呢是17%。于是呢，很多购买了这款国投白银 LOF 产品的中国投资者，只看到的是国内的价格，他们心里想的是最多也就跌17%，还能接受。于是很多人呢，在白天的时候就选择了赎回，认为自己的亏损是可控的。但是没想到，到了晚上，事情反转了。那发行这个产品的基金公司发了公告说，我们不能只按国内期货净值的价格来计算因为国际白银的价格已经跌得很深了，国内的价格是被涨跌停制度压住的。于是基金公司做了一件事儿，把之前没有算进去的跌幅一次性的补了进去，那直接修改了基金的净值。结果是什么呢？原来投资人以为呢这天是亏了17%，实际上就变成了亏了31.5%。那这个时候，怎么还有人倒欠金融平台的钱呢？到这一步就不是所有人都会倒欠金融平台的钱了。只有一类人，就是他用了某金融平台的急速赎回业务的人。急速赎回是什么呢？简单说就是正常的基金赎回呢，它要 T+1 或者是 T+2日才能够到账。那极速平台呢，它用这个极速赎回的功能就是平台先垫钱给你，通常呢会先垫80%，然后等基金清算之后呢，平台再跟基金公司去对账。平时这个功能用得很爽，但是在这次极端的行情里，问题来了。这个平台白天垫钱给投资人的时候呢，用的是还没有重算之前的净值。但是到了晚上，这个基金公司呢发了公告，真实净值大幅的下修了，于是就出现了一个账目关系，平台先垫给投资人的钱比这笔基金的真实净值还要多，哪怕是80%。那么这个差额怎么办呢？平台不想自己承担，只能让赎回的那个投资人补差价。于是才出现了新闻里的那一则，我卖基金不但没拿到钱，还倒欠了金融平台300多的事儿。那我觉得在这个事件当中有两个点。第一，基金公司的问题，它在于国际金价已经大跌了，那基金公司当时有整个周末，但是却一句风险提示都没有给，等于这个人家投资人呢白天卖完了，你晚上发了一个公告改规则了，合不合规的问题我们稍后探讨。那么在合规之外，这属于沟通和责任的问题。第二，之前白银暴涨的时候，基金公司为什么不按照国际价格结算呢？怎么就不发公告调高基金的净值呢？涨了就按少的算，跌了就按多的算，那横竖都是他赚了，双赢就是他赢2次。第二呢，提前垫付的金融平台，它的问题呢，我们不能说它是违法，而是它当初为了抢用户，把急速赎回业务做得太激进了，没有充分的考虑到这种高波动的商品基金的极端的情况。说白了，有可能他把这种高风险的资产包装成了随时让投资人可以赎回取用的活钱类的资产，那么这就严重误导了普通人。好，那么在这个事件当中，普通投资者到底错在哪儿呢？我认为大家最大的错误就是不清楚自己到底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产品。白银 LOF 是商品期货基金，它的全称呢是 Listed Open-Ended Fund， 中文叫做上市型开放式基金。它的底层资产是白银期货合约，波动极大。但是很多平台的设计、话术、体验，让很多普通投资者认为它很安全，赎回很灵活。其实这次的事件不是一个白银突然爆雷的故事，而是一次基金的结构加上极端的行情，加上快速赎回的垫资资金3件事同时发生在了普通投资人身上的一个事故。我认为中国普通投资者其实根本不适合通过白银期货、白银 LOF 来参与白银的投资。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呢，我想做的只有一件事儿，不讲白银的行情，而是把这种基金背后的结构呢，一步步的讲清楚。其实最近这段时间啊，很多投资者是懵的。国际银价先是出现了非常剧烈的大幅下跌，单日跌幅在国际市场上也是极其罕见的。随后呢，又出现了非常快速的反弹。很多人原本以为啊，既然价格反弹了，那自己账户里的白银产品应该也能跟着涨回来呀。但是结果却发现呢，事情并不是这样。不少投资者购买了国投白银 LOF 产品，在下跌的时候跌得很猛，但是在国际银价反弹之后，它的涨幅却明显的偏弱，甚至感觉啊几乎没怎么动啊。于是啊，有的人怀疑就是不是基金公司出了问题，有的人开始怀疑了，哎，白银这个资产是不是本身也不行了？还有的人觉得啊，基金公司这个规则临时被改了，自己是不是被坑了？这里面有没有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些事情一层层讲清楚。你会发现啊，很多你以为是异常的地方呢，其实是机制造成的结果。在讲白银 LOF 之前，我们先把一个基础问题讲清楚。白银和黄金虽然都被叫做贵金属，但它们并不是同一类资产。白银呢，它其实是贵金属加工业金属的属性。很多普通投资者会下意识地认为白银呢是便宜一点的黄金，逻辑是一样的，只不过是价格低，波动大一点。这个理解呀，并不完全对。黄金的核心属性是金融属性，黄金在全球范围内更多承担的是货币信用的对冲工具，是储备资产，是在系统不确定上升的时候被反复使用的一种资产。白银呢，它除了贵金属的属性之外，还有非常强的工业属性。你像这个光伏啊、电子啊、化工等行业都会对白银的需求产生实质的影响。那这就决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果，就是白银的价格呢，它不仅会受到金融情绪的影响，还会受到经济周期、产业预期、需求变化的影响，而且这些因素啊，经常是叠加在一起的。所以白银的波动天然就会比黄金大得多。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形容，那黄金呢更像是一个稳定器，白银呢更像是一个放大器。行情顺的时候，白银涨得比黄金快；行情反的时候，白银跌的呢也比黄金狠。理解这一点啊，是我们后面所有讲的内容的一个基础。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一个非常关键，但是经常被忽略的地方。很多投资者又会说了，我没买期货呀，我买的是基金呢，白银 LOF 基金，哎，那不就等于我在买白银吗？你看它叫白银嘛，在中国市场啊，大家知道吗？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白银实物 ETF。也就是说，在公募基金的体系里呢，我们目前没有一种产品是直接持有实物白银的，是直接用银条作为底层资产的。我们在场内能买到的所谓的白银基金啊、白银 LOF，它们的底层资产本质上呢是白银期货合约，这一点非常重要。白银期货合约，它不等于实物白银，这等于啊，从一开始，投资者就要知道你买的呢，已经不是一个实物，而是一种合同。那么这个白银 LOF 到底是一个什么产品呢？简单说呢，它持有的是一篮子白银期货的合约。哎，这些合约呀，有不同的到期的月份，并且需要不断的进行调整和更换。那这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个产品天生要面临几个问题。第一，期货合约是有到期日的。哎，我们说它有换月的问题。第二呢，期货市场呢是有涨跌停限制的。第三呢，它是有持仓的上限的，就是期货的持仓啊是有容量和上限约束的。那如果你买的是这个实物白银，那这些问题都不存在。但是如果你买的是白银期货合约，那么这些问题呢就一定会在某一个时点爆发出来。理解这一点啊，我们才能继续往下讲。为什么这次白银 LOF 的走势会和大家想象中的白银价格差距这么大？我们先回到这次行情的起点啊，在国际主要市场上，白银价格呢出现了非常剧烈的下跌，单日跌幅呢远超了很多人对贵金属的认知范围。但如果我们去看国内白银期货的价格，会发现呢，哎，国际市场啊已经跌得很深了，但是国内白银的期货呢，当天的跌幅却明显小得多。这就是因为咱们国内白银期货是有涨跌停限制的，也就是说呢，不管国际市场跌成什么样，
国内的期货价格在一个交易日内，它最多呢只能跌到规定的下限17%，那么就直接导致了一个结果，不是白银不跌，而是当时它的价格被暂时的按住了。那这个被按住的价格会带来什么问题呢？如果我们只是看这个期货价格的本身啊，按住问题不大，但是第二天继续跌就完了。但是对于白银 LOF 这种产品来说呢，问题就出现了，因为它这个基金呀，每天都要计算一个净值，那这个净值呢，本来是应该反映基金真实的资产的价值的。可是，如果基金公司继续按照国内期货当日的结算价来算净值的话呢，就会出现一个非常严重的偏差。因为国际市场上已经告诉你了，白银真实的价格已经跌到了一个更低的位置。那国内期货的价格呢？因为我们有涨跌停的限制，所以只反映了一部分。那么结果呢，就是基金公司公告里说的，这个基金的账面净值被明显的高估了。这种高估啊，表面上看起来，短期内对投资人是有利的，当然它会带来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就是谁先赎回，谁就能够按比较高的估值价格离场。那么留下来的那批继续持有的投资人呢，就要承担被一次性补算之后的全部的损失。从基金公平性的角度来看呢，对于继续持有的投资者是明显不公平的。账面高估不代表没亏，只不过把更大的亏损呢留给了继续持有的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基金管理人啊，他就必须要面对一个选择，是继续用一个明显失真的价格，还是想办法让基金的净值更接近真实的价值。那么什么是估值重算呢？为什么要做这一步啊？这一步呢，是很多投资者不解的地方，就是当基金管理人对持有的白银期货合约进行重新估值的时候，很多人第一反应说，是不是这个规则被基金公司临时改了？是不是基金公司自己亏大了？于是干脆呢，把净值往下改了。如果我们从机制的角度来说呢，事情呢也许不是这样，因为估值重算本质上是一次价格校正，它要做的就是把之前因为涨跌停制度没有及时反映出来的那一部分跌幅啊，一次性的补算进净值里面。那么这一步算不算是基金公司的违规操作呢？这是很多投资人关心的问题。答案呢，当然也很明确。从基金运作规则的角度来看呢，这一步也不算是违规操作，因为在极端的行情当中啊，如果市场公开价格无法真实的反映资产的公允价值，基金管理人是可以根据合同约定和监管的要求对估值方法进行调整的。那当然，基金公司有两个不太适当的地方，我在最前面已经跟大家讲过了。基金公司如果不做调整呢，未来会在账面上累积越来越大的价格偏差，到后面某一天在集中释放的时候，风险会更大。那么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在这次暴跌之前，白银 LOF 还能够被炒出接近100%的溢价呢？在这次暴跌之前，让很多人越想越不安的一个现象就是，国投白银 LOF 在二级市场的价格一度被炒到了接近100%的溢价，也就是说，同样的一份资产，在国内的交易价格呢，几乎是基金净值的2倍。很多人回头看，觉得这件事儿当时就很离谱。但是如果我们站在当时的结构里面去看呢，就发现这并不是一个人的冲动，而是多种因素叠加之后的结果。第一个原因啊，就是当时想买白银的投资人的钱被挤进了一个非常窄的口子。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在中国的资本市场，如果一个普通投资者想参与白银投资，选择并不多，要么买实物白银，但是呢，买卖麻烦，流动性差，并不适合大多数人。第二个，白银期货门槛太高，波动太大，普通人啊，真的不具备参与条件。那白银相关的股票呢，又不等同于白银的实际的价格。这样一来，在场内市场当中，当时这个白银的 LOF 产品几乎成了少数几个看起来最像是白银，又能够像股票一样随时买卖的工具。当市场情绪集中到白银身上的时候，资金并不能被分散进多个渠道，而是被迫被挤进了这一个非常小的口袋当中。钱多口袋小，价格自然会被顶上去，这就是当时溢价出现的一个土壤。第二个原因啊，中国的这个白银 LOF 它并不等于美股市场上的白银 ETF，它的份额是不能被无限扩张的。
很多国内投资者会下意识的把这个白银 LOF 和黄金的 ETF 啊，美股上的白银 ETF 那样去对比理解，但是在结构上面看，它是有持仓上限的。当这个基金的规模接近持仓和风控的上限的时候，那么基金管理人呢不能够无限的增持加仓，于是，在当时申购资金持续涌入的情况下，管理人只能够采取限购、暂停申购等措施。那这一步的直接后果是什么呢？就是大家的需求还在，但是供给被锁住了。在这种情况下，二级市场的价格只能通过上涨来平衡供需，而不是通过新增份额来消化资金。所以溢价呢，就是在那样的一个阶段被一步步向上推高的。如果我们对这个产品的结构理解不足，就会放大自己的投资风险。必须承认一件事啊，对于中国很多普通投资人来说，这个期货啊、换月、涨跌停限制、持仓上限，还有这个估值重算这些事儿，大家非常的陌生。普通投资人只看到白银国际价格的上涨，但是并没有真正理解他们所购买的这个产品的结构，那么就很容易忽略溢价本身的风险。直到某一天，这个结构被摊开了，溢价开始被反向修正的时候，那么大家的情绪呢，才会突然从乐观转向了恐惧。第三个原因呢，很多人买的已经不是白银了，而是它未来还能不能涨。当溢价已经非常明显的时候，市场里仍然有大量的资金选择买入，这本身呢就说明了一件事儿：买入的逻辑已经从对白银价格的判断转向了对市场行为的判断。但是从这次的这个事件，我们知道溢价它是不等于收益的。白银的价格当时还在涨，有人就会觉得，只要自己不是最后一个离场的人，就还有机会。那么在这种状态之下，价格上涨的动力已经不完全来自于对白银本身的投资看好，而是来自于对后续接力资金的预期。那这个时候呢，溢价就会从结果变成风险，所以溢价会在极端行情当中被自我强化。那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机制，就是当一个产品存在着明显的溢价的时候，二级市场的涨幅呢会快于基金净值的一个变化，会给大家制造一种错觉。很多人看到的是价格快速的上涨，但是没有意识到涨幅当中有很大一部分它是溢价本身。那结果就是很多资金被吸引进来，溢价进一步的被扩大，价格看起来就更加的疯狂。但是这个过程呢，依赖的不是白银投资的基本面，而是结构和市场的投资情绪。一旦结构发生了变化，那这种正向的反馈就会迅速的发生反转。当一个产品的涨幅主要来自于溢价的扩张，而不是来自于净值的变化的时候，那风险就已经在路上了。在复杂的结构的产品当中啊，情绪走得越快，反噬也来得越快。那么在经历了国际银价快速的下跌之后呢，其实国际银价是出现了明显的反弹的。不少投资者看到了国际银价的回升，心里啊其实松了一口气，觉得只要银价涨回来了，那他之前买的这个产品呢，也迟早会被修正回来。但是现实却是，很多投资人发现自己持有的白银 LOF 反弹幅度明显的小于国际银价的反弹，甚至感觉这个反弹非常吃力。于是疑问出现了，国际银价不是反弹了吗？为什么我的白银 LOF 却看起来没怎么涨？原因就在于你买的是一篮子的期货合约，而不是现货的白银。那期货型产品呢，天然就存在着一种叫做反弹不对称。期货和现货在价格的表现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差异，这个现货价格是当下成交形成的价格，那么期货价格呢，是对未来某个时间点价格的一种预期。当市场出现极端下跌的时候，期货价格往往会被迅速的压低，尤其是在情绪集中释放的时候。但是当市场开始反弹的时候呢，期货价格的修复也不一定是等比例发生的。这是因为期货价格在下跌的过程当中已经提前计入了大量的悲观的预期。换句话说，有一部分的跌幅呢，是在恐慌当中被超前兑现的。所以当市场情绪开始缓和，白银价格回升的时候，期货价格呢也显得不那么灵敏。对于白银 LOF 来说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约束，就是它持有的是一个不同到期月份的期货合约。那这些合约呢，需要不断的进行换月，
操作。在极端的行情之下呀，这个过程会变得尤为艰难。当价格大幅下跌的时候，基金公司在这个换月的过程当中，可能已经在相对不利的价格区间完成了部分的卖出和买入。那这一步呢，实际上已经锁定了一部分的损失。所以等到白银价格开始反弹的时候呢，基金公司手里的合约，它已经不是你想象中的低位现货了，而是一篮子在不同时间点、不同条件下成立的期货头寸。所以这就决定了一个结果：反弹时候呢，净值的修复速度明显慢于大家直觉当中的白银价格的修复。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呢，就是这个基金赎回的压力会在白银价格反弹的初期持续的存在。在白银价格大幅下跌之后，市场的情绪并不会立刻稳定下来，有一部分投资者呀，在恐慌当中选择赎回，即使价格开始反弹了，那这种赎回的行为也会持续一段时间。对于白银 LOF 这样的期货的产品来说呢，赎回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基金需要在市场上持续的卖出它的这个期货合约，来应对资金的流出。那这就会在反弹的初期对基金的净值形成一个明显的压制。所以我们看到反弹乏力，也并不完全是因为白银的价格没涨，而是因为卖压持续存在。再回到一个很多人忽略的点啊，就是之前这个溢价的消失也会吃掉反弹的速度。在白银价格暴跌之前，白银 LOF 曾经存在着非常明显的溢价。那么当市场情绪逆转，它的结构发生变化的时候，这部分的溢价呢就会优先的被挤掉。也就是说，在白银价格开始反弹的过程当中，基金要先修复的是从高溢价的状态回到接近这个真实净值的状态。那这样一来呢，本身就会吃掉一部分投资人原本期待看到的涨幅。所以大家会形成一种非常强烈的落差感。你看，白银价格回弹也挺猛，但是你买到的基金的这种产品看起来反应非常的迟钝。我们把以上提到的这些因素放在一起，我们就会发现，白银 LOF 反弹乏力也不是某一个单一的原因造成的，而是多种机制同时作用的结果。包括期货价格提前兑现了悲观的预期，还有在换月的过程当中呢，已经锁定了部分的损失，还有就是赎回的压力在反弹初期持续的存在，那高溢价也吞噬了部分的上涨空间，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就会形成我们看到的结果。下跌的时候它显得异常的凶猛，反弹的时候却显得格外的迟缓。理解这一点对普通投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它至少可以帮你避免一个常见的误判，那就是用白银现货价格的走势去要求一个白银期货型的产品走出完全一致的路径。在平稳的行情当中其实这种差异并不明显，但是在类似这样的极端的行情当中，这种差异会被放大到我们无法忽视。其实讲到这儿的时候呢，可能很多朋友就会有疑问了，那中国为什么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白银 ETF 呢？我们先回答一个基础的问题，什么叫真正意义上的白银 ETF？在成熟的市场里面比如说是美股市场吧，白银 ETF 的逻辑非常简单，就跟黄金 ETF 一样。那基金公司呢发行份额，投资者买入基金，基金用这些钱呢直接去买实物的白银，白银由第三方机构进行集中的托管，那基金份额的价格基本上就是国际银价的价格映射，也就是说，它的底层资产呢是实物白银，而不是合约，也不需要换月更不需要存在复杂的估值模型。但是在中国的公募基金体系当中呢，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原因不是因为咱们不需求，而是因为我们的制度路径不同。中国的公募基金不能直接把贵金属实物放进基金的资产池。那黄金呢，只能通过特殊的安排间接实现。白银呢，在现阶段不具备实物证券化的条件。于是中国市场呢，如果想做白银相关的产品，只能绕道，就形成了这个白银期货 LOF。也就是说，中国目前被称为这个白银 LOF 的产品，本质上不是在买白银本身，而是通过上海期货交易所的白银期货合约去间接反映白银价格的波动。我们顺着这个逻辑来看一下国投白银 LOF， 那它的基金合同写得很清楚，它主要投资的标的就是上海期货交易所挂牌的白银期货合同，所以它持有的是一张张的白银期货合约。
这里就涉及到一个换月的概念了。我们把一张张白银期货呀，想象成是一张张约定在某个月份交货结算的合同。比如说 AG2604，意思就是说2026年4月份到期的那张白银期货合同。AG2605 就代表着2026年5月份到期的那张。那问题来了，期货会到期呀，基金公司如果一直想保持它对白银价格的暴露，就不能一直拿着快到期的那张合同，它必须在快到期之前把这张卖掉，再买下一张更远期月份的合同。那么这个从旧合同换到新合同的动作就叫做换月啊，也叫做移仓换月。那换月就带来2个很现实的后果了，有的时候你卖旧的贵，买新的更贵，那就等于你换一次就亏一点儿，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换月的成本。那成本由谁来承担呢？肯定是投资人啊。而很多呢，中国普通投资者呀，以为自己买的是白银呢，但是实际上呢，你还在承担期货曲线的额外风险。好了，那下一个问题啊，肯定会有朋友想了，那 A 股为啥能有黄金 ETF，却很难有白银 ETF 呢？A 股的黄金 ETF 啊，走的是上海黄金交易所的标准化现货加仓储加申赎交割的体系。白银的现货体系呢，税务和仓储交割以及对产业链的影响更加复杂，所以目前中国的公募基金很难直接做成实物白银 ETF。那么没办法，只能更多的绕道到期货合约了。那黄金 ETF 啊，在国内还算是制度上被明确支持的一类产品。基金呢，把绝大部分的资产都投向了上海黄金交易所挂牌的黄金品种，申赎呢也围绕着上金所的体系运作。那白银呢，兼具贵金属的属性和工业金属的属性，它的价格波动更大，监管对面向大众的产品会更审慎。第二点，如果做成实物白银，那白银的一系列的实物这个银条的仓储、保险、交割、标准化、税务处理等成本制度的问题更加麻烦。当然，如果做成了期货型的，实际上呢，它的限制很多啊，因为它有持仓的上限，它还有换月的成本，还有基差和涨跌停的问题，它的规模的天花板很明显，所以呢，也不能做到太大。还有的朋友会问了，哎，那这个白银 LOF 啊，期货型的，在美股上面有对标产品吗？他们那边的规则是怎么样啊？先说有没有对标啊？美股上最主流的白银投资工具还真不是期货型的 LOF，而是实物型的白银信托 ETF 的路径。典型的呢，就是这个 SLV。那这个 ETF 呢，它的产品文件明确写明了，它不做白银的商品期货，主要就是持有实物的白银。那么他们会不会也会出现我们这种只许卖不许买的这种限制的情况呢？也会，但是呢，机制不同。常见的就是出现暂停申购、暂停新增份额。当这个白银 ETF 无法继续向市场高效的增发份额的时候呢，它的市场价格也可能会明显的偏离净值，出现大幅的溢价。那在美国的市场当中啊，类似的情况在其他商品的 ETF 上面发生过，比如说原油 ETF 在2020年曾经因为各种原因暂停创设，价格一度明显高于它的净值。但是呢，我们不得不说呀，美股上面暂停赎回的这种条件限制是非常严格的。那么我们以 SLV 早期的这个注册文件的描述来举例啊，赎回只能在交易所停市了，或者受限了，或者突发的重大紧急情况等非常有限的情况下才能够暂停。我们对比总结一下呢 ，A 股白银 LOF 的问题往往是期货涨跌停加容量约束导致的净值和交易价值啊出现了失真，但是美股的实物白银 ETF 出现问题的话，更多的是创设和申赎是否顺畅，决定了它的溢价会不会失控。好，接下来咱们来讲一下普通投资者如果真的看好白银投资，想参与，到底有哪些方式，又各自适合什么样的人呢？如果站在中国普通投资者的角度啊，真正结构上适配的白银参与的方式其实非常有限的。那第一种呢，我认为是实物白银，它没有期货结构的风险，但是流动性很差，更接近于长期持有或者是收藏。那第二种呢，就是通过海外市场，比如说美股去投资白银 ETF。
那通过这种方式参与的话呢，底层资产还是实物白银，它不涉及期货合约，也不存在换月、涨跌停限制和持仓的限制，它更接近我们所要的资产配置的逻辑，而不是一种交易的逻辑。那第三种呢，才是这种所谓的白银 LOF 产品，或者是白银的期货。但是这种呢，我认为非常不适合中国的普通投资人去参与，因为这一类的工具呢，本质上是专业的交易工具，而不是为普通家庭设置的配置的工具。它们更适合的是具备专业的经验、有较强的风控能力，而且能够承受极端波动的专业投资人，而不适合普通投资者。那么讲到这里了，还有朋友问了，这个 A 股市场上还有白银矿业公司的股票啊，这个靠不靠谱呢？就是白银相关的矿业股或者相关的资源类股票可以吗？大家要注意啊，这种方式呢，虽然你看它名字里也有白银，看起来好像跟白银的关系很近，但是性质上又是完全不同的了。因为如果你买某一个具体的白银类矿产公司的股票的话，你本质上买的是公司的股份，而不是实物白银本身。那公司的股价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了，包括这家公司自身的经营情况、它的成本控制、所在国家和地区的政策环境，甚至包括整体股市的风险偏好等等。那么白银价格只是其中的一个影响的因素，而不一定是最重要的那一个。所以呢，如果一旦你选择了第四种方式，你一定要有意识啊，你实际上是在做一种股票的投资，而不是对白银价格的直接的压注。好，讲到这里呢，我们把所有的机制、产品和现象都拆解完了。最后呢，我们要回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白银和黄金啊，在普通投资者的资产组合里，到底应该被放在什么样的位置？我先说黄金。其实黄金更适合承担的是防守型的角色，它更多呢是用来对冲不确定性、分散风险的，在极端情况下为大家保留购买力，这也就决定了黄金它本身更适合长期持有，而不是被频繁的交易。我们不能指望黄金每天给你带来刺激的收益，但是呢，它在关键时刻可能会起到稳定的作用。我们再来说白银啊，白银跟黄金它是完全不同的。白银它受到金融情绪和工业产业需求的影响，它的波动天然就比黄金更大，它更像是一个放大器，而不是一个稳定器。所以呢，白银投资更适合被放在你的家庭资产组合的边缘位置，而不是核心地带。所以大家在实际的投资决策当中啊，千万不要用买黄金的心态去买白银。你期待它稳，但它的性格就是不稳；你期待它能够慢慢涨，但它的涨跌幅往往集中在很短的时间内，波动非常剧烈。而且白银投资呢，不是一种可以拿着不动的那种资产，它的波动就决定了它更适合被放在资产组合的边缘位置。对于普通投资人来说呢，真正重要的不是你选择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去投资白银，而是你必须要清楚自己会承担什么样的风险，以及这些风险是不是在你可接受的范围之内。如果站在普通家庭的角度呢，贵金属本身也并不是配置的越多越好。贵金属的作用不是帮你赚更多的钱，而是帮你在极端情况下能够少一点恐慌。在这个前提下呢，一个更稳妥的配置思路是，黄金占贵金属配置的大部分，承担防守的角色；白银呢，只作为一个比较小的比例来存在参与高波动的机会。一旦你的白银的仓位开始明显的影响你的情绪和判断，那往往说明它在你组合里的比例已经不合适了。那这次白银 LOF 产品的剧烈波动和所带来的种种相关的新闻，并不意味着白银这个资产不值得我们投资了，它更像是一次在这种极端行情下，把相关产品的结构、市场的情绪和风险承受能力同时摊开来给我们看了这种过程。那这次事件可以给我们3个启示：第一呢，产品的名字并不重要，结构才重要。第二呢，高波动的资产啊，不适合被当成稳定的资产来对待。如果我们的预期和资产的属性不匹配，那问题迟早会出现。
第三呢，溢价它不代表着一种礼物，而是风险提前显现的一种信号。当涨幅主要来自于溢价的扩张，而不是净值变化的时候，那风险就已经在路上了。如果大家能够在这次的波动当中更清楚地认识到自己买的是什么，它是通过什么机制运作的，它在你的资产组合里应该承担什么角色，那么这次的经历本身也是有价值的。市场永远会有新的故事、新的热点、新的情绪，但是真正能长期保护我们的，不是猜对某一次的行情，而是我们始终站在自己能够理解之内的位置之上。我是苏涵，我们下期见。